美股要带崩比特币吗？比特币现货 ETF 怎么出现爆量流出？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目前已经来回测了我们最重要大约在61000左右的支撑。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波回调的最底部呢，它已经来触摸到了61000附近了，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做了假跌破过后，它就不应该来再触摸到这个位置。那即使我们此处呢，它真的能走成一波多头啊，它也是一波很弱的多头。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的这波回调啊，它已经来到了非常非常接近0.618了。那当然了，如果说连618都跌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根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格的上涨起点。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这波回调，它已经非常非常接近6万美金左右。那么618大概在59800左右。如果连618都守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在下面呢，就一定要再找到一个底部，那么才有可能再继续上涨。因为如果618被跌破的话，那这波下跌它就并不是回调那么简单而已。好，我们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要有一波很健康的多头啊，它要走得很深很远的多头呢，它在刚开始的回调啊，都绝对不会到太深。其实我们就可以拿我们从25000走到74000的这波例子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前期的回调，它不可能出现这种爆量，然后下跌比较深的这种回调哦。那当然了，你可能会说这里的回调，但这个回调它并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的回调呢，都非常非常的浅。我们在这里回调的那么深呢，其实即使这里上得去啊，它也会是一波很弱的这种多头。那这点大家要很注意、很小心啊。好，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再切小一点点，然后切到4小时。到4小时，你可以发现呢，其实我们这波的下跌，它已经破坏了我们所有的多头结构。我们先从我们上方这一段的整理的区间开始谈起。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段整理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边界线的，就在这里。当然，它跌破了，跌破这个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不妙了。然后连我们下方呢，前面我们出现过几次有支撑效果的地方，大约在63000、64000左右这里，它也被吓破了。确实是这样，非常不好啊。那如果以整段的回调的话，如果我们依然是把我们之前在53500所形成的低点呢，视为我们上涨起点的话，那么我认为我们回调呢也会很接近结束。我们可以来稍微简单的画一下啊。当然，走成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把它画成是一个正常的锯齿状的回调，也就是 ABC 535的这种结构嘛。我们这边其实已经走出了5浪了，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3浪的结构，那我们在这里呢，其实还缺一个5浪的结构啊。当然，我们这里可能可以走成衰竭啊。不过，如果我们是以53500这里啊作为上涨起点的话，那我们的回调呢也会接近末尾啊，它也会快要终结了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当然，我认为是回调再怎么样夸张，它都不应该去超过618啊，这个是极限啊。简单来说就是缺口不能补，因为我们缺口已经打出去了，我们已经打出距离了，那你又回来补这个缺口，那就可以代表这波趋势呢，它是还要再做整理的，它不会开始的那么快。好，那我们再把现在的图表呢再缩小一点点啊。如果说我们要看到这波回调结束的话，我们必须看到这波趋势线它被突破。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还有很大一段的距离。其实这波回调呢，最令我担心的并不是它下跌的深度，而是它打出的量能啊。它打出的量能呢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下跌的量能啊，它已经基本上可以盖过前面上涨多头所释放出来的量能了。这很不好啊，因为如果说我们是要开启一波多头的话，尤其在一个震荡区里面啊，一定是会看到供应已经消失了，那盘面才会往上拉。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供应呢，其实还是非常的明显。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你就会看到呢有详细的说明规则。也就是你只要完成空头的任务呢，你就可以拿到空头的卡券，然后你就可以去开启仓位，你可以开比特币、以太坊等等的主流的货币，其实都可以。那只要上涨了，比如说上涨10%，你赚$50，你可以直接把盈利给提币走。那如果输了也没关系哦，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我们再来看到美股好了，你可以看到我们美股呢现在开启了一波很大的回调。美股跟比特币的波动呢，其实状况是差很多的。美股以当前大概很接近10%的这种回调，其实它就已经算是蛮大的回调了。因为美股的话，
市场的这个弹性呢是没有像比特币这么夸张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最高点的到最低点呢，已经回调了6-7%了啊，6-7个百分点，这已经是很多了。其实我们从标普500的日线呢，它通常也不应该回调到这么大啊。从周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超过10%的回调，在牛市当中有超过10%的回调，都已经算是少数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上一次出现这么大的回调呢，大约结束的时间呢是在2023年的10月左右。其实我们这波的回调呢，大概就是10%左右。如果以美股的标准来看的话，回调超过20%，基本上一定是在熊市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在我们上一次开始缩表、开始升息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回调呢，它其实最高到最低也不过是27%而已啊，这已经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回调了。那我们现在呢，当然了，如果说在牛市当中的回调，它大约也就是在10%上下而已。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这波下跌啊，它也跌破了我们自从去年的10月开启这波多头的趋势线，也就是这波多头它的结构已经消失了。我们必须在大的级别呢，再找到一个新的起涨点，然后再上涨才有机会啊。等于说这一波的回调，它的级别是稍大了一些，很有可能我们要走出一个很接近10%的回调啊。那这点是大家要小心一点。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昨天的日线呢，它跌的是非常夸张啊，直接跳空啊，低开而且收低啊。如果你有玩股票的话，你也会发现啊，因为其实亚股有很多地方的股票呢，都是跟着美股在走，所以亚股呢，在昨天、前天也都会非常惨啊。这点其实大家都可以略知一二。那其实比特币它当然也脱离不了全球的这种金融体系，因为我们要知道，比特币现货 ETF、以太坊现货 ETF， 它就是在美股上面做交易的。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的状况，你可以发现呢，昨天流出非常非常的夸张，我们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见到这样子大量的流出了。我们在8月2号的时候呢，也就是周五的时候我们居然流出了2.37亿的美金呢。大家如果有在注意我们每天流入流出的数据的话，大家就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数字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流出呢，过去的流出它大部分都是不痛不痒的，都是非常非常少啊。那单日流出2亿美金，这是非常夸张的。而且呢，它并不是灰度在抛货，它是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富达，光富达就流出了1亿美金哦，然后方舟投资呢，它也流出了8700万美金，这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只剩下贝莱德，它还是在流入，不过贝莱德的流入呢，杯水车薪完全救不了这么多的流出所以比特币有下跌呢，其实也非常非常正常的。那其实现在灰度的流出呢，它其实数字的非常的真实，因为我们在过去呢，灰度的流出它还有包含换仓的也就是从灰度流出，它可能在贝莱德这边做买入，那这个就流出数据就不是那么真实但是现在来看呢，是非常真实的，因为灰度呢，他们也推出了他们本身的这个 mini trust mini grayscale 的 Bitcoin Trust，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手续费呢已经来到了1/1000了，这个已经是所有 ETF 里面呢最低的所有的比特币 ETF 里面最低的。所以如果说他们是因为手续费的考量的话，那么会在这个位置做流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以太坊的话呢，其实我自己认为会比比特币要健康很多，因为以太坊的话呢，其实流出的就只有一家，就是灰度，很明确。那灰度的话，其实这些流出呢，我们刚刚有谈到过一样的理由，它都会是真正的流出，因为现在也多了Grayscale 的 Mini Trust， 也就是他们把手续费给压下来了，等于说这些流出，他们真的就是这一些机构呢，他们要套现的手段而已。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一开始的流出量是非常大的，然后逐渐减小减到现在呢，只剩下单日流出大概在6100万美金左右虽然说我们依然在流出当中没错，可是灰度的流出呢，整个抛压已经减小了很多很多了。我自己当然对于以太坊还是稍微乐观一些的。那再加上我们后续呢，以太坊它开始了流入潮之后，我相信可以让以太坊呢有很大幅度的这种增长不过现在的以太坊它还是脱离不了比特币，它跟比特币呢还是绑在一起的，还是同手同脚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以太坊的话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过往的走势当中呢，如果说比特币它没有好的上涨的话，那其实以太坊它要走得好，其实就会很困难除非我们在牛市的中后期那你可以发现以太坊呢，它现在也即将要来触摸到我们大约在2800左右的支撑了。当然2800我认为这是我们近期最强劲的支撑所以这点大家可以
注意一下啊。好，我认为2800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也认为它要跌破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因为毕竟2800这个位置呢，它的前面所出现过的这种支撑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在上方所出现这个震荡的区域呢，已经来到了100多天，160几天了，对不对？也是很接近半年的时间了。这里震荡时间太久，这里下去的话就会非常不得了。如果是真的下去的话，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前几天我们有谈到美国政府它转出了比特币，那他们确实也拿到市场上面做抛售了，这个是大家原本没有预期在内的。你可以看到呢，美国政府现在剩下了20.3万颗的比特币。我们在前几天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它持有21.3万颗，等于说它卖出了1万颗，就在最近几天的事情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右手边呢是它的比特币持仓的变化图。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在最近的这一个月在大概7月29、7月30的时候呢，它就把币给卖出去了。那这一卖呢，哇，你可以看到就是1万颗，也是很夸张的。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做对比当时德国政府它所卖出的币大概是5万颗这绝对会对市场上造成影响7月29、7月30，其实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这点是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的。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